Hello，各位朋友晚安。今天又是占星辩护人的直播时间了，欢迎收听草木星空日记，我是沐晨。那我们延续上一集的主题呢，我们讲到过度保护哦。那今天这一场呢，巨蟹座的主题呢，就来谈到了护短排外。在上一集我们有提到巨蟹座他为什么会过度保护他这个保护欲是怎么来的在上一集我们有做了一些讨论。如果你没有听过上一集的直播的话，那可以到 YouTube 我的 YouTube 频道草木星空日记有回放影片都可以回放观看。好，那今天来谈这个护短排外。巨蟹座不止过度保护他还会护短排外。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过度保护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就是他非常恐惧他在乎的人受伤或者是他失去他在乎的人，因为他在乎的人受伤，就好像你在他的心里面割了一刀一样这个情绪的感受，这个受伤的感觉，他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那今天讲护短排外，我们最主要来探讨他帮亲不帮理这件事情。巨蟹座绝对就是帮亲不帮理的代表之一，要特别强调之一，因为不是只有他会帮亲不帮理。那如果你认为巨蟹座总是护短排外让你很困扰的话，那非常有可能呢，就是你在他要保护的圈圈外面，你才会觉得天哪，你不明辨是非吗？为什么你就是都偏袒自己人？但是如果你在巨蟹座的圈圈里面，就是如果你是他自己人的话，你可能对他这样子的特征呢，可能就会觉得你有好处啊，你是既得利益者。我在这个占星课的课堂上面就有听到有同学就有分享就是他觉得他的主管很好啊，就对他很好，然后都会极力帮他们的团队呢争取资源。那团队犯错呢，主管也都是跳出来站在他们旁边的。对，如果你在他的这个组织内，你是他的自己人，他绝对就是力挺你到底。但是如果你不是他这个自己人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他没有什么客观公道，然后论断是非的能力。但这就是取决于你在哪个视角看待巨蟹的特质了。如果你是被巨蟹敌对的，或者是你跟他是不同立场的话，那这个你就会觉得他没有理性，不讲道理啊，不就是只是一味的偏袒自己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也是护短排外的这个主题。好，那在开始之前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呢，就是我9月份的这个新的讲座呢上线了，而且现在呢正是早鸟优惠期就是我预计呢9月4号开始的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一共连续5周，我会来开南北焦点的课程这个课程叫做灵魂节奏与回响。会去探讨在占星学当中跟灵魂有关的一些因子，比如说南北焦点、月相跟日月食。所以如果你很好奇自己此生的星盘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在这堂课呢会除了介绍南北焦点之外，也会说明南北焦点跟你星盘当中10颗行星它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趁现在到7月底之前，到7月31号之前呢，都有超级优惠的早鸟价。
所以如果对南北焦点、月相、日月食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牧尘占星私塾的官网来了解更多。好，这个好消息就先分享给大家。线上这个嘉伟说期待哦，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因为我觉得南北焦点，我这次也会加入这个唯识学的观点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东方有一些哲学，特别是佛学当中的一些观点，它其实是可以跟西洋占星学做一个对话的。他们是可以互相对话的。那这个东西我会放在9月份南北焦点的讲座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先问一下线上的朋友就是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护短排外嘛。那还是来投一下票好了。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关系当中，有没有哪一种护短排外的行为呢？是你们最抗拒、最排斥的，或最会让你受不了的？第一种呢，就算自己人很明显的做错事，他也要硬凹到底。就是你会觉得对方呢拒绝讲道理，反正怎么样他都会帮他自己人说话啊，都说是别人怎么样带坏的啊，别人的错怎么样他都是硬凹，你就很明显这个硬凹这个是第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就是如果是外人犯错，他就会很严格，但是如果是自己人犯错呢，他就轻轻的放下。就是双标，很明显的双标，对外人跟对自己人呢就是不一样的标准。这种也会让人家觉得很明显的护短排外。那第三种呢是对于不是自己人，就是对于这个巨蟹小圈圈之外的圈外人，他都比较冷漠。就是不然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充满某一种敌意。就是你觉得他不喜欢你，那他会刻意的就是跟你保持一个距离，建立一个界限，让你觉得你怎么样好像都打入不了他的圈子。这种状况也是某一些巨蟹能量会有的一个行为吧。那第四种呢，就是他会要求你必须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了，他会要求你选边站。就是会要求你要同仇敌忾。那如果你帮外人讲话，那就是背叛。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有一些人就是会要你表态。那如果你没有站在他这边，你站在他敌对的那一边的话，这个人是会很明确的跟你翻脸。他会很明确的就是把你归为他的敌人那一边了。好，那我看线上的朋友，有人选第四个。好，所以选第四个的朋友，你是不是有遇过这样的人？你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第四个是最让你抓狂的吗？因为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表态的自由嘛，为什么一定要跟他同仇敌忾，对不对？好，那我呢？我哪一种护短排外的行为最让我感到抓狂哦？如果是我的话，怎么办？我都蛮可以理解的耶。我蛮可以同理的，可能因为我本人就护短排外吧。我都可以同理耶，我都觉得还好啊。帮自己人讲话怎么了吗？我是4个我都可以理解，所以我觉得不会让我抓狂无力吧。因为我很清楚，如果我是在他圈外的话，那他不挺我不是很正常的吗？我讲一个观点哦，就是虽然我本人是护短排外组的，这是我承认。因为巨蟹本蟹，因为
我觉得自己人很重要啊。如果我都不挺我自己人，那我要挺谁？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但是不是说自己人做错我也要瞎挺还是怎么样？我会觉得在外人面前呢，我一定是站在自己人身边的，但是关起门来的时候，我还是会就是比较温和的去跟自己人去讲一些道理，但是那个绝对不会在外人面前做这件事情。那我说这个护短排外就是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是有护短的倾向，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当别人护短的时候，我完全能接受，我完全能理解。因为公道这件事情就是要吵个公道，吵个是非对错，要讲什么公平正义，那个不是巨蟹座在乎的，那个留给天秤座，留给天秤座去讨公道。巨蟹其实他在乎的不是谁有道理因为他不是法官，他在乎的是他有没有站在他在乎的人身边守护他。他的主要的价值排序，第一个是守护啊，我要保护我在意的人，这全世界都可以伤害我在意的人，但是我不会是伤害他的那一个人，就算他真的做错，就算他真的错到我挺不下去，但我也不会站在他对立面来指责，不会公开的啦。所以刚有说，因为我们自己很理解护短排外的心情，就是为什么会有人会就是保护自己人，然后看起来好像不讲道理。所以当别人这么做的时候，我完全 OK。我们之前就有讨论到啊，就是离婚的夫妻嘛，或夫妻吵架不一定要离婚啊，情侣也是啊，情侣分手也是，就是一对情侣或夫妻，他们分手的时候，女生一定会去找女生的朋友哭诉嘛，就开始哇哇哇哇，对方有多坏，对方有多坏。那对方的就是女生的朋友就是怎么样，大部分是怎么样？一起骂对方嘛。那男生去找男生的朋友去讲的时候，男生的朋友也会站在男生的角度就一起骂对方嘛。那我对于这样子的状况，我是觉得不就很正常吗？就是婚姻或者是感情，是谁要当法官来评理？谁能够评理？如人饮水的事情，冷暖自知啊，没有什么好评理的，没有什么好讲不讲道理的。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一定就是站在你这里，那我的朋友、我的亲戚站在我这里，不就是刚好而已吗？所以没有什么公道不公道的。可能我的角度就会觉得，两性关系、亲密关系之间也不能说一定有一个什么公道不公道，就是站的角度不同而已。所以男方的亲友挺男方，女方的亲友挺女方，这就是刚好啊。这就刚好而已。OK， 好，嘉伟说其他3个都能理解就是第4个直觉上觉得很难接受。好，那我们投完票之后，我们再来看那如果站在辩方的立场，今天我们先从辩方的立场来讲，这护短的行为的确会让有一些人觉得做人做事不可以没有是非对错。你的小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伴侣做错了，天子犯法，庶民同罪。你的身边的朋友、家人做错了，你应该要站在一个明辨是非对错的角度。就的确有一些人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会觉得公理很重要错事了。如果你真的爱他，你不应该替他找借口，你不应该替他讲话。有些人会把正义
公理、是非对错放在第一要件。好，然后不管他是我的谁，他就算是我的家人，做错事一样检举他，大义灭亲。不是说这样的想法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就是有人是这样子想，但是有人是这样想，也会有人不这么想啊。就是站在巨蟹的角度，他又是另外一个思维。但我们先从控方的角度来看，护短本来就会让人家觉得你不够明辨是非。那是什么样星盘配置的人，他会认为明辨是非大于一切？什么样配置的人，他会觉得要大义灭亲。就算是跟你很亲近的人，做错就是做错，不然这个世道还有公理吗？什么样的人是比较偏这样的价值取向的？那我们来看星盘的特质。好，没有办法接受护短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算是自己人，你也不应该一昧的偏袒自己人。第一个就是土星活跃，或者是他的星盘里面土象的元素很强就是土象星座的这个星群比重比较重的人。为什么呢？第一个、第二个都是强调这个干燥的性质，冷干的性质。不管是土星还是土元素，他们的质地、他们的属性就是冷的、干的。土星本身就代表着某一种规则、界限跟客观的对错，客观的标准。那土元素也是对土元素来说，这个世界是要用很客观的角度去理解的。这个东西是圆的就是圆的，那个东西是方的就是方的。对土元素的人来讲，土象星座的人来讲，物质世界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一袋盐有多重？96克就是96克，你不能随便乱改的，你不能睁眼说瞎话。96克，然后讲成960克，没有这件事。那这个东西有多重，那个东西有多大多小，一切都是可丈量的。这个对于土元素来说就是客观的标准。所以不管是土星活跃就是你星盘当中土星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或者是它跟你的个人行星有很多相位的话，那你的思考就会比较倾向凡事都要有客观的标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多重、什么颜色、体积大小都不需要强词夺理的，我在那边就是在那边。然后对土星能量强的人来说，这世界是有规则规范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既然有规则，那对土星活跃的人来说，就有分规则内跟规则外的行为所以今天做错事了，他已经站到规则外，那个是有客观的尺度在那里的，所以不能硬凹，不能因为他是你自己人，你就硬要把黑的说成白的，硬要把他明明就在规则外，硬要说他在规则内这个就是相对于巨蟹的主观来看的话，土星活跃或者是土元素强烈的人，他们会认为客观标准就摆在那你是要睁眼说瞎话吗？这样理解吗？他们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模糊空间的啦。如果对于这个土星或土元素强烈的人来说，他们看到别人因为是自己人就扭曲事实，逃避该负的责任的时候，就会引发他们对破坏秩序的极大反感这对他们来讲是很不 OK 的你护短排外这个不讲，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不讲道理你这个客观的原则就在那里，你睁眼说瞎话，他们会非常的反感。
好，那第二种呢是风元素强烈的人。风元素强烈就是如果你的星盘当中风象星座被凸显，你的星盘当中风象星座就天秤、双子、水瓶嘛，风元素强烈的人的话，代表说你们追求的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且刚刚有说天秤是很重视平衡的，各方面的平衡，道理的平衡，关系的平衡，这个世道应该要维持着某一种平衡、公正、公平、客观，这个都是风元素特质强的人会比较在乎的。他们在乎的是普世价值、公平的人际关系跟客观的角度，所以他们会习惯把人事物呢放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来评估。他们就是因为能量比较相对客观，所以对于很主观的认知，他们会觉得这个不可靠。而且风元素的人会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被一视同仁的对待，不管天秤、水瓶跟双子都是。他们在跟人际相处当中，他们会希望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眼里，不是他们希望，每一个人在他们眼里其实都具有同等的机会跟价值，就是他们会认为我应该要对你是一视同仁的。所以护短排外这种基于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分小圈圈，这种小圈圈的意识，对他们来说这就不公平啊，也不客观。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你要把人去区分为你的自己人跟不是自己人呢？他们就不懂，因为这个太主观了。那第三种人呢是水星能量凸显，水星比较活跃的。那水星呢是比较重视逻辑理性分析的这样的能量，所以如果水星活跃的人，他们在乎的是事实、证据跟因果关系，就是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那如果你是护短排外的话，他会觉得你讲的道理并没有办法说服水星活跃的人，因为如果巨蟹座他只是因为这是我自己人，所以我必须要站在他这里的话，那的确很难以理服众嘛。所以对于水星活跃的人来说，你讲的这个论点根本没有什么逻辑性，或者是你只是用情感跟关系想要试图模糊焦点，你拒绝就事论事，那水星活跃的人就会觉得，哎呀，这根本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啊，因为你不是站在理性就事论事的视角，你会以人废言，你会因为喜欢这个人就无条件的挺他，然后因为讨厌那个人，就这个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那所以巨蟹你在乎的是人，那对水星活跃的人来说，他在乎的是事情，他在乎的是逻辑证据。所以对他们来讲，要是遇到这种一味护短的人的话，他就会觉得算了，我不要跟你沟通了，我们没办法对话。那也可能经常跟护短排外的人起冲突。好，所以以上呢这几种星盘特质的配置呢，就是他们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护短的行为。你就知道他们的雷点可能在这里。为什么这些人会对于护短排外的行为好像反应比较激烈？我们从这个行星或是它的元素去理解为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辩方立场了。好，就是站在巨蟹座的角度，他怎么看呢？他怎么看他自己这个护短的行为？那身为本蟹之一，我只是众多巨蟹能量当中的其中一个。身为本蟹之一，我觉得我们就是承认自己护短啊，不会狡辩，直接承认，对，我会护短。
但是我们心里在想什么？这个也是要从占星学的角度去分析巨蟹座这个星座，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真的就是不讲道理吗？他真的看不到他自己人做了那些什么烂事破事，或者是他的自己人明明也有错，明明也有理亏那巨蟹座真的是蒙着双眼看不到，强词夺理吗？不是，绝对不是。我可以非常肯定不是啦，因为我们没有要把巨蟹座形容成一个完全不辨是非的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但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价值排序，就比如说你最在乎什么我最在乎什么，我们的排序可能会不一样。我不认为有哪个星座的人是真的会不能明辨是非心中没有大是大非不会有人是这样。但是你的是非跟我的是非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可能不同，我们的立场可能不一样。那甚至在我心里面什么是最重要，可能也跟你不一样。所以对于刚刚上述所说的那种非常在乎客观标准理性逻辑的人他们可能会把这个东西排在很前面，但是在巨蟹的逻辑，这些东西不是排在最前面的。那巨蟹到底把什么排在最前面？我们在这个介绍巨蟹座的时候，一直都会以它是一个冷湿的属性切入嘛。因为在传统占星学上面，的确从4元素的这个属性来看，它就是冷的动能，然后是湿的特质，然后它本质又是对应到水元素，所以湿本来就是在边界上很容易跟别人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征。所以不管在前面几场我们在讲依赖、过度保护它的这些特质都是因为湿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征所以他会想要跟你建立关系，然后呢还会在边界上面，在他跟你的边界上面做一个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会把你纳入了巨蟹座他的保护范围，他的防守范围，而且他的动能是开创的，代表他会做很多主动的事情去建立一个防护罩这个在上一场过度保护的时候我有解释了他背后的这个心理运作的动机。但是护短这件事情延续刚刚这样子的推论，当巨蟹座他认可了一个人，他把你当成自己人的时候，对他们来讲自己人已经是跟他们融为一体了，你好不好影响到他好不好，也因为这样子的边界融合感，所以他怎么会让别人攻击你呢？对不对？就算你有错，但是你已经是他领地范围的一个人，你就想他就是融为一体的嘛。虽然这一体感跟这个双鱼的一体感又不太一样哈。水元素虽然都很擅长与他人做融合，水象星座，但是开创模式跟这个变动还有固定模式融合的方式还是有不同的层次也会不同。可是对巨蟹来讲，他已经把你化为他自己人了，你就是他的像手脚一样，所以有人攻击你就好像在攻击他一样，他不会让你受伤的。如果可以的话，因为你好不好就会牵涉到他也会跟着好不好嘛，他受你影响。我看一下线上朋友留言线上朋友说你土元素跟风元素比较强，的确会喜欢有规则，同时也觉得要平等的看每个人。
但是年纪越大，也发现说所谓的客观，也只是一种角度看出去的客观，没错啊，没错，这真的是要有一点体会的人哦，才说得出来的话。这个我们的嘉伟分享你有发现你自己也会有护短排外的情形吗？火星巨蟹嘛，对，那你就是有一部分会有这个巨蟹的特质。就算你没有行星在巨蟹，你也会有一个宫位的宫头星座是巨蟹守护所以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行星在这个星座，我觉得都来听听看我们占星辩护人系列你对于12星座的能量越了解之后，你再回去，不管是你要解自己的星盘，还是要解别人的星盘，你都会多了比较完整跟一些细节的认识。好，那刚刚说这个自己人嘛，就是你就是他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受伤，你受伤就是巨蟹座也会受伤。所以为什么巨蟹座他一定会跳出来站在自己人身边因为自己人就是他的一部分所以对外他绝对是站在自己人身边的。但是如果他知道自己人也有理亏之处，也有犯错之处，他是会在没有外人，没有敌人没有这些外在的威胁的环境下，他还是会跟自己人去做劝导，或者是去说一些真话，他会的。但是在对外，他是不可能站在自己人的对立面，做不到。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在某一些理性主义者的眼中就是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是要建立在对错是非上面的。也就是说，某一些人某一群人可能会觉得你做对了我才支持你，你做错了我应该要客观的批评你，这样才是一个好朋友，这样才是一段好的关系。好的关系不是我一味的纵容你先瞎挺不是。好的关系应该是身为好朋友，或身为你的爸妈，你做错事情了，我就应该要点出你的错误，或身为你的兄弟姐妹，就是不管我跟你再亲，我爱你的方式就是在你错的时候要指正你，然后要批评你对某些人来说，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可是对巨蟹来讲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巨蟹座的逻辑里面，如果我只有在你正确的时候才站在你这边，那不叫忠诚，那是一种价值交换。也就是说，你做对了我才挺你，你做错了我绝不宽待我大义灭亲。对巨蟹来讲，你这是价值交换，这是有条件的交换。其实我看过蛮多的朋友关系是这样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本来很好的闺蜜，但是因为彼此双方啦，就是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的价值观点分歧了变成对立了，变成冲突了就是某一些人就本来的好姐妹，然后因为其中一个姐妹做了另外一个姐妹的价值观无法接受的事情，就两人反目成仇，不再互相往来。很多啊，我见过的就蛮多的。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用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去看待嘛，因为本来每个人都有选择朋友的自由，本来就有。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到底巨蟹的想法是比较好还是怎么样，不是。
就是有这种人，也有那种人。我们要理解，这世界上不是只有跟我一样的人而已，也会有跟我不一样的人。所以去了解对方怎么想也蛮重要的啊。有时候了解自己怎么想，也才知道跟对方的差异在哪里。所以对巨蟹来说，我不是要你做对了我才挺你，你做错了我一样会在你身边。可是可能会用你能接受的方式去告诉你，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好。但是在外面绝对不会成为伤害你的那个人。就像刚刚这个嘉伟说的嘛，我们线上朋友就有讲到啊，到底对错是谁的对错？我们认为要客观，可是有一些社会历练或有一些生命经历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是真正的客观。你认为的客观，真的就是活在自己的想象而已。我觉得我已经尽力客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人都会带着自己的视角、滤镜去看待他人。所以当他人的选择跟判断跟我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怎么样啊？对方不妥，不 OK。因为我觉得我比较 OK 啊，我比较妥。所以现在是站在巨蟹的视角，巨蟹认为关系情感的忠诚很重要。第一，他认为情感忠诚很重要，因为他非常看重关系之间的羁绊连结嘛。那真正的忠诚呢，就是要体现在对方出事了，对方犯错了，对方被误解了，或对方可能做了什么有争议的事情了。就是在这种兄弟出事了，姐妹出事了，家人这种被延上了哦，那可能做了什么事情或闯了什么祸哦，被送到警察局了。在这个时候，对巨蟹座来讲，这就是考验情感忠诚的时候，他们的马达会叮。这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现在。我因为平常没有这个时刻，就没有办法让巨蟹座去发挥或去凸显这个情感忠诚度的时候嘛。因为平常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患难时刻反而是巨蟹座认为我必须要坚定不移的站在我爱的人身边。他们非常清楚的，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坚定不移。所以对巨蟹们来说，所谓的客观对错，那个是一个外部随便你都可以改的规则。你们所谓的客观，你 A、B、C 三个人，你们讲的客观标准都不一样，那个是会变动的。但是情感连结是唯一真实的。就是我跟这个人到底是他信不信任我，他是不是真的把他的生命交托给我，他认为这个情感连结是唯一真实，而且是可以留存下来的。外面的人说你这样不好，你这样做是错的，你劈腿，你介入别人的婚姻，你抢人家的老公，你还有什么啊？反正就是随便你们去想哦，就可能他爱的人可能真的做了一些非常有争议，或者是真的就是不好的事情，是这个社会标准下面不妥的事情，或真的就是做错了。但是对巨蟹来讲，这些对错，你放个20年，这些对错的标准会变的。外界的看法会改变的，甚至法律都会改变的。以前通奸是有罪的，要被抓去进猪笼的，对吧？几百年前是如此嘛。可是现在通奸除罪化呀。那还有什么？以前那个打小孩这叫正当管教哦。现在打小孩哦，涉嫌家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巨蟹很清楚知道这些所谓的标准是会改变的，但是我有没有在你身边？我是不是你生命中坚定不移的留下来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这对巨蟹来讲，这个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他们会在乎这件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很深刻的我不会抛弃你的承诺。就是你纵然有错，但是我一定会在你身边陪你度过，就知道你犯错，但是也觉得会陪着你慢慢好起来，去面对你的错，然后慢慢好起来。所以就算你满身都是泥泞吧，就是你非常的狼狈，你被攻击得很惨，惹得一身腥，但是只要外人攻击你，巨蟹就会跳出来挡，他就会觉得为你挡死，或为你挡屎，粪便的那个屎，这个是巨蟹觉得那是他能做的事情，那是他能够做的事情。我自己也是这样个性的人啊，就是我如果看到我非常爱的朋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爱的人，我的朋友们被攻击，我也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做，没办法。我曾经也有想过，我到底要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就是我朋友被攻击，到底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攻击我，可是我就看到啦，我看到了，我就没有办法，当没看到，就是会，我觉得我需要去替他们说好话吧，或者是如果我觉得他们被欺负了，我也会去帮他们讲话。就是巨蟹很难看到自己人被欺负而没有动作的，很难。我跟我家人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服务生对我态度不佳，我多半就算了，就是不要理会就好。但是服务生如果对我爸妈很凶，或者是对我爸妈很不耐烦，我就会去 do something 就会去制止，就是可以不要这样子讲话吗？或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就客诉嘛。所以这个就是你说这就是护短，对，这就是护短。虽然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妈就是要求太多了，有时候我会觉得妈你不要这样这样服务生可能会觉得怎么样。我有时候也会替服务生讲话，但是呢，如果是服务生因为我妈提出的要求而对他不耐烦，或者是口气就很明显的很恶劣，那我一定是站在我妈这里的。就算我心里面就是知道我妈的个性就是会比较挑剔一点，或者是要求比较多，可能我心里是不认同我妈的。但是如果服务生因为这样子对我妈的态度是很恶劣的话，我一定站在我妈这里。那你说这个是护短是是。那处理完服务生的事件之后，我回家就会跟我妈说，你看吧，就是你不要这样，你这样就是会造成人家困扰，人家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你还这么多的要求，那他当然会不耐烦。所以反而面对我妈，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会站在服务生那边的角度，就会让我妈知道说，其实这个是相互的结果啦，就是多替服务生想一下。那当然服务生对你的态度这么凶我也不喜欢，我觉得他不需要这样，我就会关起门来跟我妈讲，就是主要是希望保护我妈妈以后不要再因为这样子然后被服务生凶，主要是保护她。可是我可以这样跟我妈讲，不代表我觉得服务生可以对我妈妈很凶，就是态度很恶劣，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行。那如果是我自己呢？我自己被服务生态度很恶劣，我多半就是操死啦，就是摸摸鼻子，好吧，是我自己
活该，我自己的问题。大部分啦，不见得每一次，但大部分我都是摸摸鼻子就算了，自己白目嘛，我都会先检讨自己。所以巨蟹座的挺身而出多半都不是为自己啦，都为自己人比较有那个动力挺身而出。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投票的时候有4种行为嘛，就是帮理不帮亲，不帮亲不帮理，巨蟹是帮亲不帮理。我们来回应一下刚刚控方呢提出的4个指控。就是刚刚控方不是很受不了四个场景吗？第一个就是帮亲不帮理。就是睁眼说瞎话啊！你自己人犯错，你还在那边先瞎挺。控方认为这个就是不辨是非，就是是非不分的人。但是对巨蟹座来说，这是一个排序的问题，因为当他们内在，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某一个部分很有可能遭受攻击，那遭受攻击就会导致巨蟹他会直接反映到这个跟生存跟情感连结是有关系的，所以对巨蟹来讲这件事情会优于所谓的客观真理。在这个他认为他被威胁到了，你攻击我自己人，我感受到我可能也会被威胁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比什么客观道理都重要的。所以就算他们心里面知道其实是自己人做错了，可是你要跟自己人讲道理，你也要等外部危机、外部威胁解除之后，关起门来再跟自己人讲道理。我刚刚的那个我跟我妈妈去餐厅吃饭的例子就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也不见得就是很认同我妈那么多的要求，那么多的毛但是不代表服务生你可以这样子对我吗？不行，外人不可以欺负我的自己人，但是自己人有错，关起门来再说。所以在炮火面前呢，巨蟹是会先保护自己人的，这个是水象星座生存的本能。我们谈到天蝎的时候，天蝎也是这样的，巨蟹天蝎都是力挺自己人的，患难见真情啊，患难见兄弟啊，患难见姐妹。所以就是自己人在受到外人攻击的时候，才需要你站在他身后嘛。那第二个呢，是巨蟹被指控极度双标嘛，都是严以待人，宽以律己。对不是自己人的这个标准跟面对自己人的标准就差很多。所以对控方来讲，他会觉得你也太双标了吧，你这个标准要不要一致啊？你敢讲别人，那你对你自己人，你也是这样子的标准去看待吗？你批评别人的同时，那你自己人犯错，你又怎么讲？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巨蟹座应该要标准一致吧。但是呢，巨蟹座有没有标准不一致？对巨蟹座来讲没有，他的标准从头到尾都很一致，只有一个，哪一个？就是分你是不是自己人这一个啊。你认为巨蟹座的标准要是客观的标准，没有，巨蟹座的标准只有一个，你是在我的圈内还是圈外？因为他们的标准就从来就不是对与错嘛，你是不是在他的守护范围内跟守护范围外，他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个标准来看待的。所以对他来讲，你觉得他会认为自己双标吗？没有，他清醒得很，只是他的标准跟你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就很像免疫系统嘛，就是对抗外来病毒必须要毫不留情的消灭，但是对于自身细胞的变异，免疫系统会试图去修复它，去包容它，对外强硬，对内柔软，这本来就是维护生命结构必要的双重标准啊。
所以对于远近亲疏会有不同的态度，在巨蟹座来讲，这是非常合理的，要这样子才叫理性。你怎么会一视同仁呢？我身边亲密的闺蜜怎么会跟不熟的邻居是同等的态度呢？当然不会啊。你不是在我自己人的范围内，我为什么要对你那么的宽容、温柔、包容你？不需要啊。我的耐性、我的包容性，我当然是留给跟我比较亲密的朋友嘛。所以很多不了解巨蟹座能量的人，就会觉得巨蟹座好像大小眼哦，他们对人会大小眼哦。那站在巨蟹座的角度，对人本来就应该要大小眼啊。你跟我越好，我对你的态度当然不会跟泛泛之交是一样的，不然怎么凸显我跟你的亲近呢？爱有等差，对，它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要无差别的一视同仁的爱，没有一视同仁的爱，对巨蟹来讲虚伪，怎么可能一视同仁？对巨蟹来讲，为什么要一视同仁？爱不可能一视同仁呢。好，那所以就有一些控方呢，站在某一些人的角度，他就会觉得巨蟹座你这样子是小圈圈哦，你很喜欢搞小圈圈哦，冷暴力哦。控方会觉得这种搞小团体是充满恶意的。但是呢，对巨蟹座来讲哦，他是为了他要保护他内部的生态系啊。开玩笑，他对于圈外的人，他当然不会给那么多资源啊。为什么？好东西要留给谁？自己圈内人啊。他在替他的圈内生态着想的时候，他在替他自己人着想的时候，他会有很强烈的排他性，因为他会认为外部就是非圈内人会影响到他圈内人的资源。所以对巨蟹来讲，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反而对外部的人你可能对外部的人太好，但是这个资源明明是内部的人应该要有的，哇，那这个就是踩到巨蟹的底线了。这就是踩到巨蟹的底线，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拿来滋养内部人，我要照顾内部人，你怎么可以把它给外部人的呢？这个就踩到巨蟹座的红线。可是如果你不了解巨蟹座的能量原来是这样运作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差吗？不就大家人人都应该要有机会嘛，机会平等嘛。好，如果你是站在这个视角，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对巨蟹座来讲这是红线。那刚刚呢，控方也有第四种状况，就是有一些人很喜欢叫你表态，然后很喜欢叫你选边站。好，你如果不站在这个巨蟹座的同一阵线，你没有跟他同仇敌忾，他就会不高兴，他会生气。这是第四种状况。那对于控方来说，会觉得我跟你好是好啦，但是有时候你的观点我就不认同，我为什么一定要站在你这里？有一些人会觉得我要保有我自由的选择，就是好朋友归好朋友，但是这一题我不挺你。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自由的意志很重要。但是对巨蟹来说，如果你是他很好的朋友，他就会觉得他跟你是绑在一起的嘛，我刚刚有说嘛，他会把你纳入他的其中一环，就很像你是他身体上的某一个很重要的器官。这样比喻是有点怪，但是那种感觉是很像的，就是你是他的一部分。那你是他一部分，你不站在他这边，他会非常的失望，也会很伤心，可能会很生气。因为当你还帮外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天哪，我的内部，我的体内，或者是我的某一个器官，他现在变成可能是会攻击我的时候，
这就很像有人在他的盔甲内部狠狠的凿了一个洞，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安全感的破口，防御的破口。就是我已经要面对外在攻击了，我其实已经很累了，在筑起我的盔甲了，结果我信任的人竟然就是从内部给我一拳或给我一刀，这样子背后中刀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是我的自己人，你就算不挺我，你也不要帮对方讲话。这个我非常深刻有感，因为我常常因为这样子觉得背后中刀，我常常这样觉得背后中刀。但是后来也因为理解巨蟹有这样子的特质，所以我把自己抽离巨蟹的特质来看的时候，就慢慢这种中刀的感觉、受伤的感觉会慢慢淡化，因为就可以理解就是对方他可能他的排序跟我就不一样嘛，他就是觉得他要自由的表达他自己，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妹妹呢就是一个风元素很强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土元素很强的人，就是他们会站在比较客观，然后认为是比较理性的角度去看某件事。所以每一次当我妹妹她是标准的帮理不帮亲巨蟹是帮亲不帮理所以当我对她有这种期待，就是我会觉得你是我妹妹，你是我自己人，我从小到大我这么疼爱的家人，你竟然帮着一个伤害我的外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情他是站在我的对立面，反正就我觉得他是帮着外人，不管那个外人跟他熟不熟，可能也是陌生人之类的，我妹总是会优先站在我的对立面，因为他会觉得要平衡思考，然后他会觉得要给我一些客观的观点看。可是在我主观的情绪感受上面，我就会觉得你到底跟我是不是同队的？你如果跟我不是同队的，我对你的信任感会大大的降低，而且我会很失望。站在巨蟹的角度就是这样，甚至我会觉得，好，就算你不挺我，你也不要挺我对面的那个人啊，我就在跟他敌对了，你现在是怎样帮着外人欺负我吗？对抗我吗？我就会觉得你好歹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说，你不就是你不要站在我的对面。所以我身边就是会像我跟我妹妹就很明显有不一样的价值取向，但是后来呢，因为学习占星之后就可以理解，我妹的调性是什么样的调性，就不跟她计较了。虽然还是会觉得，我们不是应该是同一队的嘛，但是也知道，她就不是我嘛。我妹也有她独立的性格，所以没问题的，不站在我这边也无所谓啦。就是看懂每一个人的个性，自己也不会无端的受伤，我就不往心里去了，不然以前真的会很难过，真的就会觉得白疼你了。但是呢，为什么我跟我妹妹呢，这样两个极端的价值取向会成为兄弟姐妹？这也是我们两个要从对方的角度去学习的啦。我一直都认为，成为一家人一定带有某些课题是要互相共学共修的。那从占星学的探索里面，其实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彼此的课题是什么。它缺少哪些元素，它会变得过度怎样的能量，那我也是过度什么样的能量要从他身上学习，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啊，占星学很有趣。好，那我们从占星的视角，我们来看看除了巨蟹之外，哪些星盘的配置也蛮容易护短的。
巨蟹不是唯一会护短的这个星座能量还有其他也是会护短的星盘配置。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类型呢，比如说如果你是金星在金牛座，而且是位于角宫就是1470宫那第二种呢，就是你的月亮在金牛座，再加上你的月亮跟金星有紧密的相位这两种星盘配置呢，呈现出来的护短比较像是他们在护航自己的资源领地，因为他们对于属于我的人事物呢，会有着不可侵犯的实体界限就如果这个东西这是他的下属，或是这是他的合作伙伴，或这是他的伴侣，这是他的家人，他会觉得这些人都跟我的资源领地是有关系的，你怎么可以就是过分的介入呢？或过分的去指责我的自己人呢？所以这一群人他也会觉得越界，这是他很敏感的就是你不能越界。如果外人试图指责或干涉他们的自己人的话，那你就是在亲门踏户你踩线了，你过头了，所以他们会展现出很顽强的抵抗就会严正的叫你滚出去就你越界了，过分了这个是领地资源，他们对领地资源意识是很敏锐的。那第二种呢是主权捍卫型的，守护主权尊严型的那守护主权尊严的星盘配置，第一个就是你是太阳狮子座，而且位于一宫的人。那第二种呢，就是太阳狮子座，同时又有日木相位的人。因为这类型他们的护短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国王，国王要保护子民啊，他统治的人所以我是国王，我如果保护不了我的子民的话，我有什么资格当国王？我是国王，我当然应该要受我保护这些追随我的人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有护短的行为。尤其太阳入庙又在命宫，就代表这一个人他的自我意识非常的强烈，所以他身边的亲信啊，或者是伴侣都被视为他们光芒的一部分。那你今天攻击了他的亲信，攻击了他的伴侣，你就等于在攻击他自己所以就算他自己人做错事了，你外人来指责，就是当众打脸国王，这很严重的，国王不会这样任你打脸的好吗？所以你在挑战他们的主权这个对他们来讲，为了维护面子跟尊严，他们会霸气护航到底他们一定是霸气护航的。自己人纵然有错，轮不到你来打脸好吗？我自己人我带回去管你凭什么打我的光芒对国王来说，国王要保护自己的子民啊。好，那第三种呢？第三种就是生死与共生死同盟型的这个也是会跳出来护航的护短的。生死同盟型的护短呢，比如说月天蝎，再加上它的火星是入庙的，火星入庙就是火星在天蝎或牡羊咯如果你的月天蝎同时你的火星也在天蝎座或牡羊座的话，那你就是生死同盟型的护短。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是月天蝎，然后你的月亮跟火星有紧密的相位这个也是生死同盟型的。那生死同盟型的护短是因为他们本来内在安全感就会充满着危机意识他们很能够敏锐的察觉到谁对他有威胁。那这种危机感会转化成他们很担心背刺，背刺就是他们的信任最后反过来伤害了自己，
就本来很信任的人，最后变成伤他最深的人，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弱点都让你知道了，弱点都是交给他身边信任的人，他的软肋在哪里，身边的人都知道，所以他们就会很担心你会不会背叛他，他会不会被背叛。所以一旦你被他们划入信任圈，就是他对你展示他的软肋在哪里的时候，弱点在哪里的时候，那就是生死与共。这是一种他把他的生命交付给你的这一种连结，这种连结是生死与共的。那既然生死与共的话，那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我也会为你两肋插刀。他就是生命交给你的那种信任感，所以不管你做了什么，我既然信任你，我就是要为你两肋插刀。对他们来说，对外的排斥跟抵抗这个攻击，是为了确保内部关系的绝对忠诚，就是不容许有任何的这个背叛的可能发生。所以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必须要对你忠诚，所以就算你有错，可是因为你是他的战友嘛，你是他跟你这个坦诚生死相见的这种战友，所以他会优先身先士卒的挡在你前面。明明他自己可能也很委屈啊，为你背了一些锅啊，还是什么，但因为他信任你，而这种信任，他认为要表达信任最好的方式就是毫无保留的，就是你有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挡在你前面这样子。这个才叫战友啊，这才叫生死同盟。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让我再讲一讲，让我想起一个人，我好想去查他有没有这个上述会护短的特质。虽然这个人不是巨蟹座，就是我想起了曾伯恩。曾伯恩就不知道为了他身边的人挡了多少事哦。那虽然他做了某一些处置啊，某一些处置，比如说开除员工嘛，但是其实在处置之前，他也做了非常非常多保护员工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推他出来挡灾嘛，他是挡灾专业户。好，那最后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两种不同角度、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可以给他们哪些想法跟建议呢？因为在这个世俗的客观法则里面，虽然公平代表着对内对外要使用同一套衡量的机制啦，也就是说，大部分好像觉得双重标准好像是不好的。都会我们的这种双标仔还是个贬义词嘛，好像是用来骂人的，好像大家会觉得要追求，要么你就要公平，就要追求一个普世的标准才对，人不能双标，双标是不好的。可是在巨蟹的这个能量的视角来看，内外有别才是维持结构存在，维持这个一个生态系很重要的生存条件啊。所以巨蟹没有觉得一定只能够统一标准，因为在他看来，在他站在滋养生态系的角度来看，本来就要内外有别，这是必要的生存条件。那如果没有外部这种很强硬排他的这种盔甲的话，那内部就不可能保有安全的这个生态领域，因为有些东西该过滤掉的，会影响内部的，怎么可以让它进来？当然要排外嘛，要排除掉，因为它内部的这个圈圈，这个生态系能够蓬勃发展的话，那它必须要挡掉一些外部的影响、外部的威胁。所以巨蟹看似
这个护短的倾向。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觉得他们不觉得护短有什么问题啦。他们会承认自己是护短，没错，他们的确是护短。可是这个护短其实也是在弥补客观真理的局限啦。客观真理也是有它局限性的因为客观真理可以用来维持秩序，可是它没有办法用来接住一个正在坠落的人。有些人他的生命遭遇到一个很大的变数，会有一些困境的时候，他甚至已经想要登出这个人生了。他可能遭遇到非常大的挫折，他已经自责到不行了。他需要的不是你再去跟他讲道理，再去告诉他，你真的做错了，兄弟，你真的做错了，姐妹，你真的这样不对。不是，因为巨蟹非常清楚知道。这个人他的生命如果要有站起来的力量，或是他的生命不至于去走到毁灭的话，那某个时候巨蟹的这个承接的能量，这个包容的温情，就成了一个正在坠落的人一个很好的防护网。在情感层面，在心灵层面的防护网。因为你会知道他是安全的，你会知道巨蟹座是可信任的因为他把你当自己人。那在这个时候就不是要去讲客观道理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会用看似不讲理的这种偏爱偏袒去接住那些因为犯错而被社会法则摒除在外的人，给予他们修复再生的空间。对自己人巨蟹座也不是对谁都这么大爱，没有跟巨蟹座没有关系的人，或是跟巨蟹座关系比较远的人，你犯错他们连管都不会管你，更不会站在你身边，所以不要有太美好的幻想巨蟹座只会站在他认为的他需要保护的自己人的身边。好，所以控方跟辩方这两种不同价值观排序的人，本来看事情角度就不一样，也无谓谁才是比较对的，谁才是比较好的，没有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排序而已。那给控方就是被护短行为惹毛的人这个如果你是被护短行为惹毛的话，那你身边有这样子护短的人，那也请你理解，那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线。好，那你想要跟他就事论事来讨论的话，你不要以一个外人的姿态去攻击他重视的人，因为这个只会激发他们强烈的情绪免疫排斥而已。他们就会觉得什么？你现在是威胁，你现在是敌人你不要用这种外人的姿态，你反而用一种你跟他是同一阵线的姿态，然后私底下你不要在公开场合去攻击他重视的人。你要沟通，你要营造一个你不是站在他对立面的角度。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就事论事的话让他知道你不是来摧毁他这个安全生态系边界的人，不是你真的要跟他反映他底下的人做错了什么事情，他的家人朋友做错了某些事情，或者一些很糟糕的状况的话，那个姿态让他觉得你不是站在他对立面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他才比较能够听得进去。不然的话，你只要让他们觉得你就是恶意的要去攻击他的下属的话，他立刻把你放在敌对的角度的话，沟通就进行不了。那前提是你有想要跟他沟通啦。那给这个带有强烈护短特质的人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就是我觉得呢，这个在情感上面，在生命的支持上面的这份忠诚是很珍贵的。但是呢，我也认为，在这个你内在防护网里面，还是
要开一个理性的窗户哦，对外，因为密不透风的哦，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流动啊，就是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窗啊。虽然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们对于情感忠诚，对于这个我必须要支持，在患难的时候，我更应该要守护在我爱的家人朋友身边。我这份情操毋庸置疑，我觉得是珍贵的。我觉得以人的角度来讲是很珍贵的，因为巨蟹可以付出的程度是超乎你想象的。他为了要保护一个人，他可以付出的程度是超乎大家想象的。只是说真正的保护，我还是回到上一集的结论，真正的保护有时候呢，你必须要让你真的爱的人长出他自己坚强的肌肉跟翅膀。因为巨蟹座的保护欲跟保护力，他们可能有非常强大的他们各种的方法去保护他身边的人，但是如果他爱的人一直都需要他保护的话，那其实是弱化他爱的人，他自己没有自己足够强悍的翅膀跟肌肉的话，那有一天巨蟹座如果保护不了这个人的话，这个人反而就会暴露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下，因为他从来没有试着自己去面对过自己的错，没有试着去承担自己应该要承担的责任。长久来看，这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的保护。我还是维持了我上一场直播，就是在过度保护那一集里面，我觉得巨蟹本来就有这个保护欲，可以理解，但是回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保护，我觉得在做法上面，巨蟹是可以有些调整的，以长远之计来看。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在线辩护人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我们下一集下礼拜最后一场，下礼拜我们再继续。好，那也谢谢大家啦，感谢线上的朋友。